这次要深度测试的是酷泰科10号充电器。型号是 AD1003， 官网上面讲的多口插拔不断连，这个要测。还有小米120瓦的快充，这个要测。最低启动电压和超压工作，这个要测。多口输出的功率分配，这个要测。还有它配的这根快充线，这个要测。还有文波和极限电流也要测。它这个重量有210克。包装一如既往的简约环保。为了避免数据造假，有一些测试我会展示专业数据，影片会变得比较长，所以我会在每个测试的后面做总结。如果你看不懂专业数据，可以快进到总结的部分。现在去读取一下3个输出口的快充协议。先从 C1 口开始。这5项是 C1 口支持的协议，里面有2个 PPS 选项，一个是5到11伏5安，另一个是5到20伏5安。小米的协议得换成这根酷泰科的线，用测试仪读它们的 eMark 信息都是50伏5安，没有区别。但是酷泰科这根线可以开启小米的私有协议。从报文可以看到，支持小米最大120瓦，有2组 PPS， 分别是5到11伏 6.1 安和5到20伏6安。测 C2 口的协议，这5项是 C2 口支持的协议，也是有2种 PPS， 一个是5到11伏5安，另一个是5到20伏5安。小米的协议和 C1 口一样，也是最大120瓦，5到11伏 6.1 安和5到20伏6安的 PPS。最后测 A 口的协议，这7项是 A 口支持的协议。融合快充支持5到11伏3安。从总体数据看 ，PD 协议只有 C1、C2 口支持，最大功率100瓦，最大电压20伏，支持 PPS。苹果2.4安和 BC 1.2的协议3个口都支持，三星和华为的协议只有 A 口支持。QC 2.0和 QC 3.0的协议3个口都支持。小米120瓦的快充协议只有 C1、C2 口支持，融合快充协议只有 A 口支持。现在我们测它的空载和满载的文波。现在从 C1 口开始测试。C1 口电压5伏，这是空载的低频干扰。这是5伏空载的文波，平均34毫伏。5伏满载的低频干扰。5伏满载的文波，平均30毫伏。C1 口电压9伏，这是9伏空载的低频干扰。9伏空载的文波，平均45毫伏。这是9伏满载的低频干扰。9伏满载的文波，平均35毫伏。C1 口电压12伏，这是12伏空载的低频干扰。12伏空载的文波，平均41毫伏。
这是12伏满载的低频干扰，12伏满载的文波，平均35毫伏 ，C1 口电压15伏，15伏空载的低频干扰，15伏空载的文波，平均38毫伏。这是15伏满载的低频干扰，15伏满载的文波，平均30毫伏 ，C1 口电压20伏。这是20伏空载的低频干扰，20伏空载的文波，平均10毫伏。这是20伏满载的低频干扰，20伏满载的文波，平均30毫伏。C1 口小米11伏 6.1 安。这是11伏空载的低频干扰，11伏空载的文波，平均30毫伏。这是小米11伏满载的低频干扰，11伏满载的文波，平均38毫伏。小米20伏6安。这是小米20伏空载的低频干扰，小米20伏空载的文波，平均14毫伏。这是小米20伏满载的低频干扰，小米20伏满载的文波，平均38毫伏。换到 C2 口去测量 ，C2 口电压5伏。这是5伏空载的低频干扰，5伏空载的文波，平均33毫伏。这是5伏满载的低频干扰，5伏满载的文波，平均29毫伏。C2 口电压9伏。这是9伏空载的低频干扰，9伏空载的文波，平均40毫伏。这是9伏满载的低频干扰，9伏满载的文波，平均35毫伏。C2 口12伏。这是12伏空载的低频干扰，12伏空载的文波，平均43毫伏。这是12伏满载的低频干扰，12伏满载的文波，平均35毫伏。C2 口电压15伏。这是15伏空载的低频干扰，15伏空载的文波，平均40毫伏。这是15伏满载的低频干扰，15伏满载的文波，平均30毫伏。C2 口电压20伏。这是20伏空载的低频干扰，20伏空载的文波，平均8毫伏。这是20伏满载的低频干扰，20伏满载的文波，平均35毫伏。C2 口小米11伏 6.1 安。这是小米11伏空载的低频干扰，小米11伏空载的文波，平均30毫伏。这是小米11伏满载的低频干扰，小米11伏满载的文波，平均45毫伏。C2 口小米20伏6安。这是小米20伏空载的低频干扰，小米20伏空载的文波，平均14毫伏。这是小米20伏满载的低频干扰，小米20伏满载的文波，平均38毫伏。最后测 A 口的文波 ，A 口电压5伏。这是5伏空载的低频干扰，5伏空载的文波，平均10毫伏。
这是5伏满载的低频干扰，5伏满载的文波平均30毫伏。A 口电压9伏，这是9伏空载的低频干扰，9伏空载的文波平均8毫伏。这是9伏满载的低频干扰，9伏满载的文波平均26毫伏。A 口电压12伏，这是12伏空载的低频干扰，12伏空载的文波平均10毫伏。这是12伏满载的低频干扰，12伏满载的文波平均38毫伏。A 口融合快充11伏，这是融合快充11伏空载的低频干扰，11伏空载的文波平均有9毫伏。这是融合快充11伏满载的低频干扰，11伏满载的文波平均56毫伏。文波值总结下来，我个人很满意，不管是空载还是满载，所有的文波值都比较理想。除了 A 口的融合快充在11伏33瓦的时候满载超过了56毫伏，其他的文波值全都在50毫伏以下。换一下电路，我们去测极限电流，还是从 C1 口开始。C1 口电压5伏，额定电流3安 3.1 3.2 3.3 3.4， 极限电流3.4安。C1 口9伏，额定电流3安 3.1 3.2 3.3 3.4， 极限电流3.4安。C1 口电压12伏，额定电流3安 3.1 3.2 3.3 3.4， 极限电流3.4安。C1 口15伏，额定电流3安 3.1 3.2 3.3 3.4， 极限电流也是3.4安。C1 口20伏，额定电流5安 5.1 5.2 5.7 5.8， 极限电流5.8安。C1 口小米11伏，额定电流6.1安 6.2 6.3， 极限电流6.3安。C1 口小米20伏，额定电流6安 6.1 6.2， 极限电流6.2安。换到 C2 口，C2 口5伏，额定电流3安 3.1 3.2 3.3 3.4， 极限电流3.4安。C2 口9伏，额定电流3安 3.1 3.2 3.3 3.4， 极限电流也是3.4安。C2 口12伏，额定电流3安 3.1 3.2 3.3 3.4， 极限电流3.4安。C2 口15伏，额定电流3安 3.1 3.2 3.3 3.4， 额定电流3.4安。C2 口20伏，额定电流5安 5.1 5.2 5.7 5.8， 极限电流也是5.8安，跟 C1 口一样。C2 口小米11伏，额定电流6.1安 6.2 6.3， 极限电流6.3安。C2 口小米20伏，额定电流6安 6.1
6.2，极限电流6.2安。最后测 A 口的极限电流 ，A 口5伏，额定电流3安，3.1，极限电流3.1安。A 口9伏，额定电流2安，2.1、2.2、2.3、2.4、2.5，极限电流2.5安。A 口12伏，额定电流1.5安，1.6、1.7，极限电流1.7安。A 口融合快充11伏，额定电流3安。这个档位得减一点电流，2.94、2.95、2.96。最后确定的极限电流是2.96安。从总体数据看，这个档位可以超载25%，这两个档位可以超载16%，这9个档位可以超载13%，这5个档位可以超载3%。融合快充的这个档位只达到了98.7%。不过这里还是要看一下环境因素，还有我的测试过程。我现在这里的室温有30度，没有开空调。测试的时候是从 C1 口开始，然后 C2 口，最后 A 口，每一个口都经历了最大的功率输出。其实充电器还是比较热的，所以测到 A 口最后一个档位，大概率是触发了过热降功率保护。可以看出酷泰科10号的保护逻辑是比较严密的，这可以让它变得更安全。刚才在做极限电流测试的时候，已经验证过单口输出的极限功率。我这里有3个负载通道，分别对应 C1 口、C2 口和 USB A 口。这个部分的测试，我们去验证双口和3口同时输出的功率分配。先来验证3口同时输出。C1 口我们取45瓦，用 PD 协议20伏，电流给到2.25安。C2 口我们取33瓦，用 PD 协议的11伏，电流给到3安。A 口我们取18瓦，用 QC 2.0的9伏，电流给到2安。启动 A 口18瓦，启动 C2 口33瓦。我故意把电流调大了一点，现在有33.91瓦。启动 C1 口45瓦，我微调了一下电流，现在是44.73瓦。再加上其他2个通道的线损，在充电头的内部其实已经超过了45加33加18瓦的总功率，也就是说3口同时输出的功率分配是充足的。现在我们验证双口输出里面的2个 C 口同时输出。C1 口我们取67瓦，用小米的11伏，电流给到6.1安。C2 口取33瓦，用 PD 的11伏，电流给到3安。C1 口可以跑到6.1安， C2 口可以跑到3安。它们2个的电压稍微低于11伏，是因为 C 口连接器还有电源线会有电压损耗。再加上我这里没有开空调，室温有31度，它里面会启动严格的功率限制，来避免在高温环境没法散热。其实去掉线路损耗，它里面的功率输出已经达到了67加33瓦。最后我们验证 A 口搭配任意一个 C 口的组合。A 口输出22.5瓦，用 QC 3.0的11伏，电流给到2.05安。C 口选择输出67瓦，先是 C1 口用小米的11伏，电流给到6.1安。启动 A 口有22.5瓦，启动 C1 口
有67瓦，这个组合可以正常输出。现在换到 C2 口和 A 口同时输出。A 口保持电压11伏 ，C2 口还是用小米的11伏 6.1 安。启动 A 口22.5瓦，启动 C2 口67瓦，这个组合也能正常输出。经过刚才的测试，3口输出和双口输出都能够达到这个图表里头的最大功率组合。现在我把它的输入电压降低到了40伏，一会儿它启动的时候会点亮这个测试仪。50伏、70伏、80伏。刚才在83伏的时候，酷泰科10号启动了。现在继续把电压升高到250伏、150、220、250。现在输入250伏，我连上了负载，启动一个小米的120瓦，可以正常输出。这部分的测试得出一个结论，它的最低启动电压是交流83伏，超压到250伏也可以大功率正常输出。测试之前先看看它的待机功率，现在输入电压是220伏，待机功率是 0.25 瓦。现在输入电压是110伏，待机功率是 0.19 瓦。现在输入220伏 ，C1 口输出5伏2安，输入功率是 12.22 瓦，输出15伏3安，输入是 49.48 瓦。输出20伏5安，输入是 109.1 瓦。现在换 C2 口 ，C2 口输出5伏2安，输入 12.29 瓦，输出15伏3安，输入是 49.65 瓦，输出20伏5安。输入是 109.2 瓦。现在换到 A 口 ，A 口输出5伏2安，输入 13.02 瓦，输出9伏2安，输入 21.23 瓦，输出11伏 2.9 安，输入 36.89 瓦。经过计算，我们得到这样的数据结果 ：C 口在低功率的时候转换效率在 80% 左右，中功率的时候接近 90%， 大功率的时候也是 90% 多一点。但是 A 口的整体转换效率比 C 口要偏低一点。A 口在中功率和大功率的时候转换效率在 85% 左右。我的这个版本是有一根双 C 口的线，标注是可以支持到6安的电流，酷泰科原装。eMark 信息显示它是一根50伏5安的线，支持 PD 3.1， 但是我打算把它跑满6安去测一下它的压降。它正极的电阻是 76.9 毫欧，负极的电阻是34毫欧。我给它输入一个过载的电流 6.2 安，测出来正极的压降是497毫伏，没有超过协议要求的500毫伏。
负极的压降是217毫伏，没有超过协议要求的250毫伏。这根线原本是要求在6安以内工作，但是我的测量是在6.2安，在这种过载的情况下，它的压降都没有超过协议要求的750毫伏，说明这根线的用料是足够的。今天是8月27号，在3伏天，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特地没开空调，现在室温有31度。注意看十字光标和这个右上角的温度。库泰科10号现在是冷却状态。我咨询过库泰科的工程师，他说持续负载90瓦以上，45分钟以后会降功率到80瓦。如果说我的电子负载不同意降功率，它会出现断开保护。如果要长时间大功率输出的话，功率要控制在80瓦以内。现在我要让库泰科10号用100瓦的功率持续输出，去验证45分钟降功率的那个保护机制。故意不开空调也是想验证它的过热保护功能是不是足够安全。给它触发一个20伏，给5安的电流，开始记录，开始计时，启动负载。现在运行有6分钟，白色的区域是它的发热部分。4个面的发热比较均匀，推测里面有金属的散热块。现在100瓦工作了15分钟，气温还是31度。这个区域的温度现在升高到了55.7度，最热的地方升高到了59.6度。100瓦工作了25分钟，气温还是31度。中心区域现在温度是64.8度，最热的地方现在有68.7度。现在有点担心一会儿会不会出现过热保护。现在100瓦工作了35分钟，气温升高到了32度，中心区域的温度升高到了70.3度，最热的地方升高到了74.7度。输出功率还是保持一条直线，100瓦没有变。现在已经42分钟，气温32度，中心区域的温度现在是73.3度，最热的地方有77.1度，功率还是保持100瓦，没有下降。刚才担心的中途会出现过热保护，并没有发生。现在接近45分钟，气温32度，供电断了，45分钟到了。中心区域的温度是73.8度，最高温度的位置是这里，77.4度。我测了一下记录的数据，从开始有输出到没有输出，经历了44分钟。库泰科10号能连续100瓦输出45分钟，不产生过热保护，已经相当不错了。毕竟我这里的气温一直保持在31、32度，而且还没有空调辅助散热。即使你给这种100瓦的电烙铁供电，它也不太可能连续45分钟跑100瓦的功率。如果要给隐式灯长时间供电的话，建议把功率调到80瓦以下。最后一项测试是大家都很关心的多口插拔不断连。我就不去拍手机充电图标的变化，直接用这个上位机去观看它的电压电流的变化。重新记录一下。连接 C1 口，看左边的图表，激活9伏的充电，注意电流
绿色的线和电压黄色的线。我现在接入 C2 口，C1 口的电流电压没有发生变化。好，注意两个端口的绿色线，我现在加入 A 口。C1 口和 C2 口的电压和电流没有中断。现在我拔掉 A 口，注意 C1、C2 口的电压电流变化，没有发生变化。我拔掉 C2 口，C1 口的电压电流也没有发生变化。重新接入 C2 口，C1 口的电压和电流没有变化。再重新接入 A 口，C1 和 C2 的电压电流也没有发生中断。从刚才的测试结果看，确实可以插拔不断连。所有的项目都测试完了，而且每个测试后面都做了阶段性的总结，所以这里就不去重复了。这个带 C 口线的版本只要148，从测试的结果看，给我的感觉是性价比挺高。你的感觉怎么样？评论区见。我是机电匠，我们下期见。